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强哥。上期我们讲了比特币到底是什么，那我们后面准备通过2期给大家介绍一下比特币的基本原理。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区块链的一个基本原理是什么。我们知道了，比特币实际上是一种电子货币，或者叫数字货币。它的出现其实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。在2008年的时候，金融危机，2008年11月11号的时候，有一个叫网络极客的人，他化名叫中本聪。这个中本聪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，真正的身份至今还是一个谜团。他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我们管它叫白皮书，它的全名也就是叫比特币，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。这种货币跟我们以前用的银行卡的那个货币它不太一样，它的出现是一种很神奇的事情。他在这个白皮书里面提出这样一个构想来，我们可以去设计一种中心化的电子记账系统。我们在进行交易的时候呢，第一件事就是要记账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付给你多少钱，我要检查我自己的银行卡里面还有没有这么多钱，我付给你之后还剩下多少钱，这就叫记账。那我们现在的记账是谁在记呢？这个大家都应该都知道，肯定是银行来记。我们不管用信用卡还是用这个支付宝或者微信，都是银行来给我们记账。因为银行的背后是谁？那肯定是国家，是不是都很安全？中本聪就说，我们其实并不需要一种中心化的记账系统，我们可以去中心化，每一个人的账本都可以让别人去看，都是公开的，这就叫去中心化电子记账系统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几个小朋友 A、B、C、D， 他们进行了交易，买东西或者卖东西之类的，所以相互之间就要进行产生交易支付。支付的时候，比如说有一次 A 先支付给了 B 12个比特币， B 这件事情呢就要记账，记了账之后呢，你不能自己留的是吧？因为你自己留的别人不相信你，所以你要把这个账单要分享出去。所以 A 要把这个账单告诉 B， 告诉 C， 告诉 D， 再分享到网络上所有人了啊。过了一会儿， B 又支付了8个比特币给 C， 同时呢 B 要把这个账单要告诉 A， 要告诉 D， 对吧？ C 这个小朋友又支付了6个比特币跟 D， 同时呢 C 也要把这个账单告诉所有的人，要告诉 A， 告诉 B， 告诉 D， 这样呢我们这个账单就会把它进行一个打包成了这么一个块儿。这个块儿呢我们就叫它区块。这个区块里面大小大概是1兆，我们可以存4000多条左右的一个交易记录，有时候多一点，有时候少一点，是取决于每一条记录的大跟小。好了，这个块打包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块的连接到以前的交易记录上，形成了一个链。因为这个块它不可能就是只有一个块，因为在网上很多不止 A、B、C、D 小朋友，对吧？还有 B、D、F、H， 对吧？所有的人产生的一个交易都会成为一个循环的一个块。那我们块跟块之间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链？那我们就叫它一个区块链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回事。我们有了这么一个系统之后呢，但是还得要解决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比如说以谁的账单为准？是以 A 的账单为准，还是以 C 的账单为准，还是以 B 的账单为准，还是以 D 的账单为准，对不对？因为每个人的账单它是不一样的，他记录的账单跟 B 的账单肯定也是不一样， B 的账单跟 C 的账单， D 的账单跟 A 的账单跟 B 的账单，它都可能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 A 他可能会先记录 A 给 B 的12个比特币， B 把8个比特币给了 C， 但是因为网络延迟了过后呢， D 这边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了，对不对？它的顺序可能是先记 C 给 D 的6个比特币，它就不是
先记 B 跟 C 的8个比特币，它就会这样，因为各种原因问题就会导致混乱，每个人的记录的账单不是统一的，顺序不是一样的，都是混乱的，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每个人的账单不一样。那你到底最后要以谁的为准？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的。第二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记账，对不对？凭什么你分享给我的我就要收着？凭什么我就要去花我自己的时间、我的电脑资源记录一个跟我无关的账目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记账呢？这个就是我们要解决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还有第三个问题，如何防卫？什么叫防卫呢？比如说 A 分享了一条信息，我给了 B 12比特币，但实际上是 A 没有支付给 B， 那这就是一个伪造记录，他实际没有产生交易，他可以就先广播分享给 C 跟 D 说我跟 B 对吧，有交易记录，有分享了给他，支付了他12个比特币。那我们怎么去防卫呢？怎么去防止篡改呢？之前的记录我们帮他这个改掉了怎么办？如何去防止篡改？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，比如说如何防止双重支付，一个人同时发给2个人12比特币，比如我发给 B 交易12比特币，发给 D 12交易比特币，但实际上呢，可能一共就只他这3个人之间一共就只产生了交易12个比特币，没有2次交易。这就是要如何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。还有就是如何进行保密的，你这个信息都是公开的，那别人是不是都知道你有多少钱？怎么去保密？等等一系列问题，以谁的账单为准？还有为什么要记账？我们就先来说一下，为什么要记账？因为记账是有记账的奖励的。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为什么要记账。记账是因为有记账的奖励。第一个，我们每一个比特币的系统中，这个用户都可以记账。如果他记了账，第一个他有手续的收益，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记账，只要记了他就有手续费的一个收益。手续费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啊，就像我们用银行卡一样，银行卡也有手续费嘛，可能还其实挺高的。那如果我们都用比特币了，手续费反而就低了，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收益，手续费的收益。那第二个就是收益，打包的那个人有打包奖励，打包这个人的奖励，打一个包是多少，奖励多少。那也是在中本聪2008年的时候，他提出了一个方案，同时也设计了这么一个打包奖励的方案，就是每10分钟打一个包就奖励50个比特币。最开始这一个包会奖励打包者的一个50个比特币，过了4年之后呢，你的打包奖励就会为一半，那也就是说25个。再4年之后呢，也就是第3个4年，那就是 12.5， 它都是会减半的。那我们一起来算一算，比特币一共有多少个？首先每个10分钟打包50个比特币，奖励的就是1个小时，1个小时有16个10分钟，那就是50乘以6，对吧？一天有24个小时，一年有365天。那前4年都是按照这个算的，那我们就乘以4。那第2个4年它就会是一半，那我们就乘以1加1/2它的一半，再加1/2的平方，再加第3个4年的一半，这样累计下来，最终结果是2100万个比特币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比特币一共就只有2100万个，它是通过打包奖励这种方式散出去的。所以说为什么要记账？这就是解决了记账的一个难题。记账它是有手续费的收益，第二个是有打包者的收益。就因为有手续费跟打包这2个奖励，所以那是不是我们全部的参与者，也就是说投资比特币的人打包，那都抢着去打包的话，那有以谁为准呢？是不是只能一个人打包？中本聪想到一个办法叫什么？就是以哪个为准了，
以哪个打包者为准了。周文珍他又想到一个办法，叫工作量的证明。这个工作证明是什么意思呢？它的简化就是挖矿啊，也就是比特币通过挖矿过程生成，矿工使用计算能力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，以验证和记录交易作为奖励，矿工会获得新生成的比特币的交易手续费。这个工作证明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每一个参与的用户都要去做一个很难的数学题。这个很难的数学题你把它做出来了，那你就可以有权利进行打包了。如果进行打包了，你就会获得手续费跟打包奖励。这个很难的数学题难到什么程度？难道没有任何一个人直接能够用脑子把它做出来？我们必须一个一个的数去尝试，直到你把它尝试出来，那么你就获得了这个奖励。所以这个过程我们就叫做挖矿出来了，你就获得了这个打包的奖励。而这个打包的奖励就是几十个比特币，你就称之为挖矿成功了，这就是挖矿的含义。那么这个具体的数学题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下期视频再来一起讲一下挖矿的具体原理，我们一起来学习哦。